你知道耕地和基本农田之间有什么区别吗？近年以来，在基本农田的概念外，又有了一个高标准农田的概念。耕地、基本农田以及高标准农田的概念究竟该怎么去理解呢？这里是知识 TNT。如果不涉及国家具体的政策定义，所有种粮食的土地都可以称为耕地，这是地理学上的概念。而在国家的土地政策领域，耕地是农用地下的一个分支。土地根据用途可以粗分为农业类土地、建筑类、未利用类。在农业用地的类型下面，才包括了耕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林地、草地等细分类型。从类型来看，耕地是所有种植用土地的统称。全世界的耕地有 18.29 亿公顷，国内常说的18亿亩红线所指的就是耕地。此前的详细数据是 18.65 亿亩，到2022年这一数字上升为 19.17 亿亩。在耕地的具体类型中，包括了基本农田。顾名思义，基本2个字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按照人口的比例以及社会发展的粮食总需求而专门划定出来的不可用作其他用途的耕地。举例来说，像网民经常调侃河南人只会种地，因为从整个国家来看，河南就好比是我国的基本农田，这里的土地只能用于耕种，而不能挪作他用。为了更进一步强调这一概念，还在2008年时，国家又提出了永久基本农田的概念。从字面上就能看出来，这类的土地不管何时，也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改变用途，只能用于耕种。2004年，相关部门再次对全国的耕地进行了调查摸排，确定的基本农田数量为 15.89 亿亩。截止到2020年，永久基本农田的面积为 15.46 亿亩。在永久基本农田的基础上，国家又提出了高标准农田的概念。随着国内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实施，高标准农田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亿亩。综合来看，耕地是统称，基本和永久基本农田被囊括在其中，而高标准农田又被囊括进了永久基本农田里。所以简单理解起来就是，基本农田是下限，就像耕地红线的概念一样，是确保农业用地不被挤占的。而高标准农田是上限，在前几种土地类型的基础上，以实现种植的更科学化、粮食的更高产化。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标准农田？和普通耕地有什么区别？耕地把基本和永久基本农田都囊括在其中，而高标准农田又被囊括进了永久基本农田里。所以简单理解起来就是，基本农田是下限，而高标准农田是上限。在前几种土地类型的基础上，以实现种植的更科学化、粮食的更高产化。具体到农田建设中，高标准农田是有详细的标准的。首先，在土地的平整度上来看，地块需集中耕作，土层的厚度需要达到30公分以上，有效土层的厚度更要达到60公分以上。就是说，这类田地必须得是熟地，能够满足最基本的高产和稳产需求。同时，整块地的平整度还需要满足机械化的耕种需求。在地块亩数上，北方平原地区一块高标准农田的亩数要超过200亩，南方地区需超过100亩，丘陵地区水平梯田化率要达到90%以上。所以单从地块的规模看，高标准农田的规模就很庞大。其次，高标准农田需要有稳定的灌溉和排水设施。根据标准规定，北方地区的旱田灌溉保证率不能低于 50%， 水田要超过 70%。南方地区这2项数字的标准是 70% 到 75%， 而在排涝上要能够抵御10年一遇的洪水。再者，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也要有保证。按照规定，高标准农田需要有便捷高效的道路体系，村镇到土地之间要有便捷的交通，道路的通达度，平原地区要超过 90%， 丘陵地区也要达到 80% 以上。最后，高标准农田的相应设施还要跟生态环境工程相衔接，整体预防和减少自然灾害的能力要强。而从粮食产量的角度看，高标准农田一定得是高产的，平均的亩产量在原来的基础上要提升 10% 到 20%， 亩产1000斤，2季产量规模超过1吨将会是常态化标准。既要高产，还要节能有效率。国内已建设成的高标准农田，其节水率达到了30%左右，节肥率超过了 13%， 节药率接近 20%。经过建设和集中整改后，高标准农田也促进了生产的集中转型升级。相比于其他农田，规模化经营提高了 30%， 机械化的水平也提高了 20%。如何建设高标准农田？它究竟有多牛？
每年冬季正是农田水利建设的关键时期，各地都会抓住这个空档期，整体推动农田的提升。比如在江西的德兴市，当地经过集中的平整，之前零散分散的田地变成了集中的大块田地。根据德兴市农业部门的数据，2022年全市投入了1.2亿元，建设了4万亩高标准农田。我国几个主要的粮食种植大省一共建成了7.70亿亩高标准农田，占到了70%以上。除了建设，具体到耕种上，高标准农田还要倡导农民放弃传统的耕种方式。在山东的邹平市，农田灌溉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慢灌，改用了水管喷洒模式，浇地全部实现了自动化，2000亩的土地5天时间就能灌溉完毕，每亩地的成本连20块钱都不用。相比于传统的方式，这样既节省了成本，也提高了效率。具体到耕种上，传统的化肥、农药加除草剂模式也跟高标准农田的理念背道而驰。而随着新标准的开启，传统的种地思维也将随之而改善。同样，在建设和利用高标准农田的同时，随着时间的延长，如何确保田地的质量不下滑，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高标准农田建设容易，但建成后如果缺少有效的管理，那么这些土地的质量还是会下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在国内大规模出现，围绕农田的建设立法已经全面展开，未来关于农田建设的主体权利和责任都将明确。此外，有关农田建设的补助资金已经出台和下达了明确的规定。还有一些地方在具体的管理上已经设置了专职的农田管护人员，比如在山东，县乡村3级管护人员超过了4.2万人次。按照规划，未来高标准农田的管护原则，一要做到责权清晰，二要做到有效运行。要达到这2点原则，各地的常态化管护和专项维护应该相应的结合在一起。未来还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高标准农田的管理和运营上来，同时主体管护人员机构的收益也应该得到保障。归根结底，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是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保证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在这个基础上，也要确保农民的增收以及农业种植的系统化升级。未来持续推动这项事业前进的关键，就是各地的具体行动措施，以及政府层面政策法规的引导和保驾护航。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